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聊聊以色列的移民潮。你先琢磨一下啥时候你会下定决心背上所有的家当，离开你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得多大的事儿才能让你连根拔起，跑到个你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可能你会想那得是实在活不下去了吧，闹饥荒了，或者是家被炸了，成了这个难民了。没错，这是一种。但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事儿有点不一样。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咱们印象里那些衣衫褴褛的难民，恰恰相反，他们是医生，是大学教授，是 IT 精英，是那种搁到哪儿都是人上人的精灵。而他们要逃离的那个国家，也不是啥穷乡僻壤，而是号称中东小霸王、中东硅谷的以色列。你没听错以色列人正在逃离以色列。那这事儿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这当年全世界的犹太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应许之地建了个国，口号喊的是明年回耶路撒冷。怎么这才过了几十年，他们的孙子辈又开始拖家带口的往外跑了呢？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地方搁平时那是以色列的门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是从2021年开始，尤其是到最近的这2年这儿的出境大厅天天都跟这个春运似的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他们身边堆着的不是一个两个的行李箱，而是那种恨不得把整个家都塞进去的移民大包裹。这旁边还跟着一脸迷茫的孩子。那根据这个官方统出来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5年，这短短几年有超过47万以色列人拿了单程机票走了。这47万是个啥概念呢？以色列总共才不到1000万人这就相当于每20个人里就有1个用脚投了票，选择了离开而且这走的还不是一般人，全是国家的心头肉、顶梁柱。当年咱们在这个历史课本里看到的那些2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犹太人的黑白照片那佝偻的背影，那茫然的眼神，如今你把这个照片换成彩色的，这个背景呢换成本古里安机场，你会发现那神情那姿态竟然诡异的重叠在了一起。这到底是为啥呀？难道以色列的牛奶不香了？还是这个地中海的太阳它不暖了？很多人以为这场大出走的导火索是这个2023年10月7号那天早上的惊天一响。那天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冲出来，对以色列南部搞了个史无前例的突袭死了上千人。这事确实是把这个火药桶给点着了。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之前以色列社会内部早就裂开了一道大口子。时间再往前推一点，到了这个2023年初，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是那个留着一头银发在国际上特有名的鹰派老头。他领着一帮右翼的哥们搞了个所谓的司法改革。这个司法改革听着挺高大上的，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让这个政府和议会能说了算。这打个比方以前这个法院像个裁判，政府踢球犯规了他能吹哨。这改革之后呢，政府就想把这个裁判的哨给收了，这以后自己踢球自己当裁判，想怎么玩呢就怎么玩。这一下整个以色列就炸锅了，连续几十个星期每周六的晚上，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几十万人上街溜达，那场面人山人海，标语跟林子似的。这游行的人里有开这个战斗机的预备役飞行员，有高科技公司的大老板，有医生，有律师，全是以色列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喊的口号是民主民主。他们觉得这个国家之所以是他们的家，不光因为这儿是犹太人的土地，更因为这儿有他们认同的制度、法律和生活方式。现在这个政府要亲手把这个地界给拆了，那这个家还是家吗？那时候社会的分裂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邻居之间因为支持还是反对改革能吵到绝交，一个家庭里老子和儿子都能因为这事翻脸。很多精英阶层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盘算了，他们开始偷偷的办第2本护照，比如葡萄牙、西班牙的，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那边的犹太人后裔。他们开始把这个手里的钱从这个以色列的银行挪到瑞士、新加坡的账户里。这就像是一艘船大家发现船长好像要带着大家往这个冰山上开，有的人就开始嚷嚷着要这个船长改道，有的人呢则悄悄的开始检查自己的救生艇了。所以你看2023年10月7号的枪声更像是一块巨石砸到了本就已经满是裂痕的冰面上。
好，咱们回到那个决定性的早晨，当这个防空警报第一次在以色列南部撕心裂肺的响起时，很多人还以为是演习呢。但是很快这个手机上铺天盖地的新闻呀、视频，还有这个邻居带着哭腔的电话，让所有人都明白了，这天塌了呀！这哈马斯的突袭彻底击碎了以色列人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个迷梦，那就是我们拥有中东最强大的军队，我们是绝对安全的。这个神话一夜之间破产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咱们在这个新闻里都看到了。以色列启动代号铁剑的报复行动，加沙被围得水泄不通，断水断电，炸弹像下雨一样的往下扔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开始凑热闹，隔三差五打个火箭弹。叙利亚那边也不太平，也门的胡塞武装没事就拿个无人机和这个导弹往以色列的旅游城市埃拉特打招呼。这个时候普通人的生活是啥样的？我给你描述几个画面特拉维夫这个国际大都市，孩子们上学这个书包里除了课本还得塞个防毒面具。很多靠近边境的城市，这居民都被要求长期住在防空洞里，吃饭睡觉都在那儿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得琢磨，是穿个睡衣呢，还是穿个方便随时能跑的运动服。那种时时刻刻悬在头顶的恐惧感，是会把人的心理防线一点点磨穿的。这个时候那些早已准备好的救生艇的精英们就行动了。他们为啥能走呢？因为有钱呀，有本事呀，有这个外国关系他们的孩子本来就在读国际学校，这英语是说的贼溜，他们的专业不管是敲代码还是做手术，那全世界都需要他们早就把这个资产全球化配置了。在以色列的房产不过是他们众多篮子里的一个鸡蛋而已。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离开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当这个安全感彻底归零，当对未来的确定性变成了巨大的问号时，这个答案就很明显了呀。他们爱不爱这片土地呢？当然爱。就像一句老话说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当这片土地变成了危墙，他们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家人。那走不了的人呢，也有很多人留下来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出于信念，觉得这个保家卫国是天职，但是更多的人说句扎心的大实话，是因为他们走不了，没钱你怎么移民？这语言不通，你怎么出去活？没有一技之长，哪个国家会给你签证？这些现实的问题像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无数普通的以色列人死死地困在了这片硝烟弥漫的是非之地。所以留下来的不一定都是英雄，离开呢也不一定都是懦夫。大家都只是在这个时代的大浪里，想努力抓住一块浮木的普通人而已。这聊完了人，咱们再聊聊这个钱。以前呢，这个以色列最引以为傲的是啥？高科技弹丸之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号称是中东的硅谷。什么 AI 智能生物医药农业滴灌技术那是牛的一塌糊涂全世界的热钱都抢着往这投。但是到了2024年下半年，画风就全变了。你晚上去这个特拉维夫那些高科技园里去转转，你会发现一个怪事儿：曾经灯火通明、码农们奋战到天亮的写字楼，现在黑漆漆的一大片。这办公楼的空置率蹭蹭的往上涨，为啥呢？公司都搬走了这可不是简单的搬家朋友，这叫生态链塌方。你想想，一个高科技公司走了，意味着什么？给他做法律顾问的律所没有生意了，给他做账的会计师事务所少了个大客户，给他送外卖的小餐馆每天少了几十份订单，给他员工租房子的房东房子空出来了。那这一走呢，带倒是下游一大片的供应商，这影响的是成百上千个家庭的饭碗更要命的是这个人才的集体跑路。以色列创新局的数据光是2024年就有8000多个顶尖科技人才移民海外。这8000人可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那今天走了，明天就能招一批新的。培养一个顶尖的 AI 科学家，一个生物学博士，那得多少年这种损失是结构性的，是伤筋动骨的这政府也急又是给补贴，又是减税，就差跪下来求他们别走了。但没啥用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缺的不是那点钱，缺的是一个能让人安安稳稳过日子，能让这个孩子平平安安长大，不用担惊受怕的未来。这个钱呢可以再赚，这命没了，未来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看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这可能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唏嘘也最讽刺的地方了。就在以色列精英们拖着这个行李箱从特拉维夫机场体面的离开时，在离他们只有几十公里的加沙地带，另一场规模大得多的迁徙正在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上演。根据这个联合国的报告，到了这个2025年的6月，因为战争，加沙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不是移民啊，他们是难民。你们听说过拉法吗？这地方啊，原本呢是一个边境小城，现在呢成了一个巨大的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几十万人啊挤在帐篷里，没有干净的水，没有足够的食物。联合国呢有个粮食安全评级叫 IPC， 到了最高的第5级就叫灾难性饥荒。到2025年夏天啊，加沙有47万人就处在这个级别上，这就意味着他们每天啊都在饿死人的边缘挣扎呀。这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头啊。这医院呢被炸成了废墟，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手术。学校呢成了避难所，但是这个避难所也照样被轰炸。水和电比这个金子还珍贵。很多国际组织和历史学家都指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今天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所经历的这一切啊，几乎就是1948年他们祖辈经历的大流散的翻版。最讽刺是什么？当年被迫害、被驱赶、流离失所的是犹太人，那如今呢，穿着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军装，开着这个推土机推倒别人房子的，也成了犹太人。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曾经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加害者。这种身份的错位，让整个悲剧啊显得更加荒诞和沉重。所以啊，你把这2幅画面放在一起看，这一边呢是以色列的精英开着车拉着行李主动出走，去寻找一个确定的未来；这另一边呢是加沙的平民抱着孩子躲着炮弹被迫迁徙，只为活到明天。他们的身份不同，境遇是天差地别，但是从根儿上来说啊，他们都共享着一种命运，他们都是被一种制度性、系统性的暴力推上了绝路。他们都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乡，而是那个家乡已经不再是那个能让他们安心居住的家了。整个以色列就像一个正在慢慢漏水的大池子，这个水位下降的不快，但是却非常稳定，而且流走的恰恰是这个池子里最有活力的那部分清水。最可怕的是这种流失不光是人和钱，更是希望和信心。现在的以色列年轻人是越来越不愿意参军了，大学的入学申请率连续2年往下掉，曾经引以为傲的创业精神也开始停滞不前。税收在减少，但是军费开支却像个无底洞，政府只能削减教育、医疗这些社会福利来填坑。这个战争它不光是在地图上画几条线，它更是在改变一代人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所以当咱们看到新闻里说以色列47万人集体迁徙时，别简单的把他们归为懦夫或者叛徒，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脚进行一场无声的投票和抗议。而那些被困在加沙废墟里的，和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离开以色列的普通人，他们也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只是被历史的车轮无奈的压在了下面。这场冲突从来都不是什么简单的军事输赢，而是2个民族共同陷入了一场生存的泥潭。在这场泥潭里呢，没有赢家，唯一的胜利者可能只有绝望本身。和平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智慧，需要妥协，需要双方都把对方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看待。那聊了这么久也是有点沉重了，但这就是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面你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希望这个枪声能早点停下来，希望这个和平能早点到来，让那些离开的人能找到心灵的归宿，也让那些留下来的人能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